大家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在 iPhone 上面5款非常好用，女生用来记录生理期的 App。女生呢，把生理期记录起来真的非常的重要，不单只是关系到你的健康，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避孕啊，或者是受孕，今天的这5款 App 都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们今天讲的5款 App 全部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跳出了要你付费的画面的话呢，你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可以进到免费版了。那当然呢，大部分的 App 它的付费版本都会有7天的免费试用，那如果你要用的话呢，记得也要去取消订阅，才不会被多收钱哦。好，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到 App 的部分。那今天这5款 App 呢，我都会提供 App Store 的连结在我的说明栏，所以如果你要下载的话呢，直接去点击说明栏就可以了。那第一款我们要讲的 App 呢，是中间这个羽毛形状的 Flow。那点进来呢，它马上就跳出了一个视窗，说你今天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排卵的迹象，就是它有侦测到可能最近是排卵期。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今天的一些症状，例如说你有经痛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分泌物等等的，都可以直接选。那这款 App 呢，你在打开它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让你去选择说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说你现在是想要受孕啊，或者是你想要避孕啊，或者是你想要单纯的记录经期，在一开始是可以选择的。那选择完毕之后呢，你以后的主画面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还有呢，今天的这5款 App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你都必须要手动的去输入你上一次的经期。那其中呢，有一些是可以直接从你过去的 iPhone 里面的健康记录直接汇进来，但是有一些是不行的，所以大部分都是要手动输入。那这款 App 呢，在首页的部分，你很快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记录经期的按钮，或者是今天不是你的经期，可是你有一些症状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下面的记录你的症状，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选择，像是你今天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服用药物啊。那回到上一页呢，看一下右上角有2个选项，一个是提醒，一个是日历。日历就可以很快的让你去看到你过去的所有经期还有排卵期。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右边的这个提醒，点进去之后呢，如果你要设定提醒的话呢，要按一下右上角的设定，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选项，从最基本的体重啊、体温，到一些比较进阶的，像是你今天有没有服用你的药物啊，还有一些经期的通知等等，在这边都可以设定。然后下面呢，它也会预测你的周期，还有你的经期长度等等的。然后下面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己侦测说我的周期是不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然后再来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一些功能，按一下左上角的3条横线，里面呢有一些像是图表报告等等，蛮详细的图表，就是如果你想要看一下你过去的周期。然后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款 App 它是可以直接从你 iPhone 的健康 App 汇资料进来的，就是你要到设定里面，这边有个设定的按钮，点进去之后呢，按一下健康应用程式，然后你就可以选说你要不要跟健康同步这样子。那同步的话，它就会把你之前的经期抓进来。那我觉得这款 App 呢，它的排版并不是非常的好。它虽然功能是齐全的，像是它设定可以设定非常多个，或者它在查经期的时候，你的日历翻的非常的方便。可是我觉得它主画面设计的没有很好，因为这种 App 其实不外乎就是设定提醒，或者是记录经期的那个按钮嘛，或者是你要记录你今天的症状等等，这3个按钮应该要很大一个。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它的主画面就是好像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是排版没有很好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可惜。但是其实用习惯的话也是还好啦。好，再来我们进到第2个 App， 要介绍的是 Clue 这款 App， 就是这边左上角的这个。点进去，那这款 App 呢，一样可以从你 iPhone 的健康 App 汇入你原本的经期，就不用再手动输入了。那我觉得这款 App 它的画面是还蛮清晰的，就是不会像刚才那款就是好像很杂的感觉。它所有的主要按钮都是在下面，像这边有月经周期啊、行事历或者是分析等等的。但是呢，在第一次使用你在加入经期的时候，这一款 App 是5款里面手动加入经期最难的一个。让我来解释它难在哪里，就是一般来说，如果你加入经期，其实你后面7天应该要直接预设，就是也是经期吧。但是这一款 App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日期点进去，然后把它设成你的经期。如果我今天要设定这个日期是经期的话呢，
我就要点进去，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点。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这款 App 还蛮好用的。那它是好用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下面的这个追踪按键，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立刻的去输入你今天有什么症状，例如说你今天有头痛啊，或者是你的心情非常的差，然后这些选项都是可以客制化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客制化的选项有多少，这边全部都是你可以加入的追踪选项。就例如说你想要长期追踪你的食欲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食欲这个选项打开，然后我们按完成。之后呢，你点到一个日期里面，你就按这个食欲的选项点甜食，你就可以去记录说你这几天都在渴望甜食这样。然后包含也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像是体温啊、体重啊、你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药物使用的部分，这边都是可以追踪，所以还蛮齐全的，我觉得。再来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它的行事历。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去搜寻过去的经期的话呢，你就在行事历这边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过滤器。里面呢，你就可以选择你的出血，然后它就会把所有过去出血情况的日期呢，都把它显示出来。像这样，它就会特别凸显出你有出血的日期，或者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追踪我的头痛，我就点头痛。然后呢，它就会把头痛的日期特别的凸显出来。然后如果你今天要查周期的话呢，下面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点进来就可以马上看到你的周期了。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App 它要怎样设定你的提醒。要设定提醒呢，就是在右上角3个点点进来之后呢，有一个提醒的选项，点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去设定，例如说提醒你的经期快要到了，或者是提醒你的排卵日快要到了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还蛮难使用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这款 App 蛮可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提醒并不是那么方便使用。那除此之外，我觉得这款 App 其实它设计的还蛮不错的，就是画面很简洁这样子。再来呢，第3款 App 我们要介绍的是小月历，那它在桌面上的名字叫做 PC， 然后图案是一本书，上面有一朵花，我们点进来。对，小月历它的缺点就是它有广告，而且是全屏的广告。那如果你要移除这个广告的话，就要付费。那一进来主画面呢，它就会立刻告诉你今天的状况是不是经期啊，或者是你今天是排卵日等等的。那你要加入生理期的话呢，就直接按中间的这个生理期开始，或者是如果你当天有怎样的症状，例如说头痛啊，或者是你哪里痛的话，你就可以按下面的加号。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让你选择，我觉得应该是今天介绍5款里面最多的，还有你宫颈的状况等等，就是非常的详细。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受孕的话，我觉得就会用到这么详细的 App。然后呢，上面还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基本的选项，像是体重啊、体温啊，或者你今天喝了多少水等等的。然后这款 App 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如果你要输入你的经期历时的话呢，你只要按一下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它就会自动把1到7写在上面，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点，这一点是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我现在新增完第一个嘛，我就到下一个月继续去输入，就是之前的历史，就这样一直往上。然后呢，在主画面这边，你就可以在日历里面看到你过去所有的经期，然后你要查询也是非常简单的，就只要这样一直滑就可以看到。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它可以以年来显示，现在是以月来显示嘛，你只要按这个年，它就会把你整个年份的月经都标出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一款 App 呢，它是可以导出资料到你的健康 App， 但是它没有办法导入，就是在你的设定里面呢有一个 Apple Health， 点进来，然后就可以同步到 Apple 健康。然后呢，再来我们回到主画面，我们看一下第3个按钮叫做提醒。这边就可以设定自定化程度非常高的提醒，例如说最基本的生理期开始之前的提醒嘛，或者是你的受孕期啊、排卵期，或者是你今天有在服用药物的话呢，这边有药物提醒。我觉得这个画面设计的就非常好，因为你就是可以直接点进来，因为像前面好几个 App 你都是要点好几个选项你才能进到这个提醒的画面，但是这款 App 呢，它就直接把提醒做在你的主画面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加分。然后里面蛮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论坛，你在主画面往下滑，这边就会有一些大家常常问的问题，然后你点进去就可以看一下大家的回答等等的。然后如果你今天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论坛里面搜寻，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一个功能。而且呢，这款 App 主要都是以中文为主，因为我们介绍的前面2款 App， 你如果点到一些文章里面，它会出现英文，但是这款 App 是从头到尾都是中文的。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免费版有广告，算是一个小缺点。然后它的排版也是5款里
里面我觉得比较粗糙一点，就是它的设计并不是特别的精美，它的功能虽然非常完整，但是画面就是比较粗糙一点点这样子。再来下一个呢，是我自己之前就已经有在用 iPhone 里面内建的健康这个 App。点进来之后呢，大家要到最右边的浏览这边，然后去找一个经期追踪，点进来。这边呢，其实功能算是蛮基本的，而且阳春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加入经期在右上角，那你这边就可以很快的去选，例如说我这7天是经期，我个人非常喜欢它选经期的方式，你只要点第1天跟最后1天就可以了，像这样子。然后一般来说，它查经期呢，我也会进到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过去的历史记录。因为它在这个主画面，它其实没有其他地方让你查，你就只能在加入经期这边去查你过去的历史，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周期这边看到你过去的日期。那除了最基本的月经量多量少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症状，例如说你今天有头痛的话呢，就可以在这边选择。那你需要更多选项的话呢，可以按这边有一个选项。点进来之后呢，这边有更多的像是排卵测试啊，或者是验孕测试等等的，你可以把这些选项打开，它就会出现在你的主画面了。然后下面它就会去预测你的排卵期，还有你下一次的周期会是什么时候。然后如果你希望以后点进健康之后可以直接取得这个经期追踪的项目的话，你可以点这个加入喜好项目，它就会出现在你的主页。例如说我刚才加入之后，我以后打开它就会出现在这边。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通知的部分，如果你希望它在经期之前通知你的话呢，一样是按这个选项。里面就可以去选月经预测，但是这个通知呢，它是比较死板的，它只有在特定时间晚上8点它才会传给你，所以这是跟别的 App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总而言之呢，这款 iPhone 内建的健康 App， 它的经期追踪我觉得功能是蛮基本的，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会一直跟着你，不管今天是换手机啊什么，它都会存在你的 iCloud 里面，就不用担心说你今天换手机这个资料带不走，或者是你还要另外去同步等等的。再来我们要介绍第5款 App 叫做 Luna， 它是一款日文的 App。那我上网查一下资料呢，这款 App 是在日本国内非常流行的一款记录经期的 App。但是呢，它好像有分日本版跟国际版。如果你今天 App Store 是设定在日本的话，可能就有办法下载到国内的版本。但是如果你今天地区是设定在台湾的话呢，就只能下载到 Luna 的运动版。那运动版跟国内版，我觉得应该是功能有差的，因为我发现这款 App 它的功能也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它的画面非常的好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桌面上呢，它是一款就是奖杯的形状，然后点进来。然后呢，这边就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日历，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加入今天的记录，例如说你想要加入经期，然后因为它是给运动用的，所以它下面有一些什么比赛啊，还是说你有训练什么的，你都可以在里面选择。然后呢，你的日历上就会出现这个月亮的形状。那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把之前的历史记录汇进来嘛，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款 App 它没有办法从你的健康 App 汇进来，你必须要手动一笔一笔的输入。那要怎样输入呢？就是在右边的这个点点有一个其他，里面呢有一个生理日一栏，有没有？点进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按右上角加号这边来输入你上一次的经期，例如说我点选这个日期，然后呢，我这边在选择日期的时候，我发现它还蛮有个性的，就是它不会让你选太远的日期，你只能选最近的日期，所以你必须要从最近的生理日开始加到最远的生理期的日期。但是我发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每一次选结束日的时候，它都会跳回今天的日期，你每一次都要调年月日，就有点麻烦。因为一般来说，你的结束日期应该不会离开始日期太远，但是它每一次都会跳回今天的日期。结束之后呢，按决定。它就会把这个记录加进来了。然后呢，我们回到刚才的月历这边，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你之前的经期这样，但是它不会7天都显示出来，这也是一个缺点。然后呢，下面大家看到有4个按钮，对不对？第2个这个它是会记录你的体重跟体温，然后它会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非常的可爱。我觉得这款 App 唯一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可爱，然后排版非常赏心悦目，然后它是日文的，但是其实用起来不会太难。
难。然后呢，如果你想要通知的话，在最右边的这个其他里面也有一个经期前的通知，那它也是没有办法客制化你的时间，它会在经期前7天的早上8点提醒你，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刚好 App Store 是设定在日本的话呢，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它日本国内的版本，我觉得应该是功能会比较完整的。今天这个国际版它的功能我觉得还蛮残缺不全的。好，那我们今天呢5款记录经期的 App 就介绍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记得留言告诉我，或者是如果你自己有私信觉得很好用的 App 的话呢，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